小姐婚前失了清白，新婚夜让我替她洞房，我和小姐7分像，闭紧了嘴巴，姑爷认不出来。偏姑爷盘问的本事实在厉害。小姐定下了新科状元郎萧衍做夫婿。萧衍出身兰陵世家，容貌甚伟，小姐自是喜不自胜。只可惜小姐从前不检点，被家里的马夫哄了身子，早已不是完璧。夫人急得整日在屋里团团转，那马夫早被她打死。作为小姐的贴身丫鬟，我知情不报，同样有罪，已在雪地里跪了4个时辰。再跪下去，这2条腿还要不要了呀？为了活命，我高声献计，若不然，李代投江！屋内踱步声渐停，夫人眼前一亮，哲人喊我进门，我如同死狗一样被拖进去，只感觉2条腿早已不是我的，下面挂着的是2只大萝卜。什么李代桃僵？夫人张口询问，我哆嗦着嘴唇。晚上熄了灯，什么也瞧不见。夫人不妨寻个人，新婚之夜替了小姐，趁状元郎睡着，再将人换回来。夫人反复抹撒手里的绣帕，忽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撞在我心头上，是个不错的主意。他的视线在我身上反复打量，让丫鬟带我回去休息，甚至为我请了大夫，好生将养了月余。我的腿不仅恢复完好，比从前还白皙细嫩了许多。小姐成亲前一天，夫人将我叫进屋，你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我跪在冰冷的雕花青砖上，身上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小袄。小姐坐壁上观，双手拢着一方绣满了缠枝玉兰花的锦缎套。先前你做错了事，你家小姐为你求情，如今也该是你回报的时候了。你可愿意为小姐办事？我将头磕得叮咚作响。夫人但请吩咐，但凡我能做到，一定为小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夫人对我这一番说辞很是满意，走近了些，伸手将我扶起。夫人这样屈尊降贵，从未有过。我当时不知所措起来。好孩子，你家小姐从前受了蒙骗，你上次的提议很好，这个差事便由你来办吧。由不得我拒绝，我与小姐7分相似。夫人特意寻了手艺精湛的妆娘，照着小姐的样貌1比1描摹，效果出来时，连夫人都叹为观止。夫人很是满意。为了避免意外发生，鸡还未起鸣，我便被从床上薅起，对镜梳妆。夫人浅身旁的嬷嬷对我一遍遍训导，切不可让小姐的夫婿发现任何端倪。事情成了，有你的好处；倘若出了意外，便要叫你生死不能。可谓是恩威并施。小姐扮作丫鬟，跟在送嫁的队伍中，一进婚房，她便迫不及待地将萧家的人全赶了出去。我掀了盖头，瞧她的脸色有隐藏不住的怒意，想必姑爷来之前要听她一番训斥。果然，只见她拴上了门，一手掐了我的胳膊一拧，你个贱婢，给我下去跪着！是了，小姐自来骄傲，怎么容许别人先睡了她看上的夫君？我惊呼一声，委委屈屈地跪在地上。小姐脸上总算有了点笑意。姑爷风光熹月，不是重色之人，一次过后，你便与我换过来。她扬着脑袋，只眼珠子逆着我往下瞧。是。我不住点头，只听见她冷哼一声，倒是便宜你了。我同小姐约定好，姑爷过来半个时辰后，她便在门外等着。从前我在她身旁伺候，从不敢忤逆她。小姐折磨人的手段不多，却胜在毒辣。她以为这次也会如预想中一般，可这次她吹了一夜的冷风。小姐说的不错，姑爷的容貌果然是人间绝色。打马游街时我虽没见到过，却听旁的丫鬟说，比之探花要出众更多。那一日，天街被围堵得水泄不通，这样的人能看上小姐，实在让我匪夷所思。进门的脚步声轻而缓慢，却犹如鼓点敲击在我的心头，令我紧张不已。我等了半晌，听见酒水落入杯中的声音，却没人过来掀开盖头。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忍不住掀开些盖头往他的方向瞧。姑爷正斜斜地倚着桌子，眼睛朝着这个方向打量。我的偷看被他瞧了个正着。忽地，他笑了一下，这个笑不知道触及了我身体内的哪根神经，令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他却如同来了兴致一般，单手松了领子，捏起一杯酒朝我走来。他没用洗秤，只用手掀起了盖头。娘子，真是好久不见。尾音拖得很长。婚前未婚夫妻通常数月不能见面，我假装害羞，微微低下了脑袋。萧衍轻笑了一声，单手捏住了我的下巴往上抬。我还没琢磨出他这是做什么时，一杯酒贴着我的唇瓣被倒进嘴里。好喝吗？声音低沉而醇厚，似乎心情很好。我被呛了下，眼中沁出了些泪，抬起头看他时，眼中盛满了盈盈水光。萧衍后退了2步，又问了一遍，好喝吗？他的动作超出了我的预想，他的手抹撒着酒杯，眼睛盯着我的脸，仿佛是在打量。我心头一惊，莫不是他发现了什么破绽？正琢磨着，酒杯被随意地掷在地上，我下意识地往地上看去，萧衍便在这个时候动了。他忽然再次掐住我的下巴，下一刻唇便被堵了起来。小姐说，姑爷风光霁月，不是重色之人。这话说的不对，萧衍的体力也格外强悍，直到天光大亮才总算得以喘息。我盯着他睡熟了的模样，恨得牙痒痒，没听见过谁新婚之夜能辛苦一夜不睡觉的。想到小姐的脸色，心里又不免乐开了花。小姐一定气坏了吧，一定气坏了吧。因与小姐7分像，
自入了洛府，我变成了小姐的眼中钉、肉中刺。她自小被娇宠着长大，受不得一丁点委屈，稍有不满对下人动辄打骂，只看自己心情。有次她失手打碎了心爱的玉钗，房里跪了一地，她仍旧余怒未消，任由心底的风一翻涌，对着我发泄了许久。我疼得痛哭出声，足足2刻过去，她心里那股近乎失控的情绪才终于平复。事后，她将断了的玉簪赏了我。别说小姐我不疼你，喏，拿去换点银子。我千恩万谢地收了簪子，仍旧露出讨好的笑容。洛家人人都说我是小姐的一条狗，奴颜婢膝，可没人知晓，我其实是个睚眦必报的性子。那事情之后，小姐的梳妆台上时常出现些新奇的画本子，一开始还是书生小姐的爱情，后来越走越偏，主角从戏子小姐变成了妖精小姐，最后变成了马夫小姐。洛府恰出现了个身材魁梧、容貌绝佳，只一眼便让小姐沦陷。两人欢好了2个月，亏他还以为自己做的隐蔽，可要不是我每日替他们隐藏，早不知道被发现多少回了。我轻轻拎起萧炎揽着我的胳膊，我掀开被子后蹑手蹑脚地爬起来。娘子，再来一次。我大惊失色，转头时擦过他的唇。萧炎后仰，单手撑着床，满脸细血。他虽是文状元，身材却很好，上面还残留着星星点点的红印子。我面上一红，垂下脑袋不敢再看。娘子这番倒是和从前大有不同。我眼神闪了闪，他倒是观察敏锐，都不是一个人，自然有所不同，装作含羞带怯地望着他。该起了。萧炎的视线在我身上毫无顾忌地打量，随后定格在我锁骨处的一块疤痕上。他坐起了身子，手指在疤痕上搔刮着，顿时传来细细密密的痒意。娘子是不是觉得为夫很好骗？我捉住了他的手。夫君这是说的哪里话？他却将我的手反握住，拉到面前反复摩挲，反复打量，手指白皙却不够细嫩，陈年冻疮用再好的药膏也无法彻底去除。这一环原是为了日后逐渐取代小姐的位置，没想到才第1日就被他发现了破绽。我咬着唇想要抽回手，未成想他真就松开了，匆匆忙忙套上衣衫便要去开门，手搭在门栓上，听见一句前不着村后不着调的话。原来娘子真不记得我了。他说话时看似浑不在意，可我却分明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意味。我心头一跳，不知他是和我有什么渊源，还是和小姐有什么渊源。丫鬟们鱼贯而入，带头的便是小姐。她眼底下一片青色，眸中汹涌着恶意。我垂了垂脑袋，掩去面上神情，故作娇柔。夫君，你出去一下。萧衍却仿若没听见一般。良久，床上传来锦被掀开的动静，小姐默默往我跟前走了2步，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她的指甲狠狠掐进我的大腿，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等待我露出痛苦的神色。我如他所愿，哎呦一声叫完后，慌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小姐的得意更甚了，在洛府时，她一向狂妄自大，不将别人放在眼里。可是她忘了，这里不是洛府，而是新科状元郎萧衍的家。她愈得意，我便露出愈慌乱痛苦的神色。萧衍瞧得一清二楚，小姐兀自在我耳边放着狠话，没成想下一刻被人一脚踹翻在地。谁给你的胆子谋害主子？我转头正对上萧衍凶神恶煞的脸。我在从前的记忆中反复翻找，总算找到了熟悉的影像。我早会6岁时死了母亲，临终前他说千万别上京城，京城里有杀人不吐骨头的人，是他将母亲害成了这般模样。母亲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我能平安长大。听我应了一声好，母亲才心有不甘地闭上眼睛。母亲一死，我转头便偷了隔壁邻居家的柴火，连着母亲的尸体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寻了个旧瓷瓶，将母亲的骨灰装了些，剩下的挖了个坑，全埋进土里。我有仇必报，母亲嘱咐我不能前往京城，我便知道我的仇人在哪里呢？我半夜溜进村长家，偷了他家5个馍馍揣在包袱里，转头走上了村东头的小路。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一个馍馍掰成5瓣吃，吃到还剩下1个的时候，一辆马车晃入眼帘。马车看起来破旧，却大得很，前后挡了帘子，凑近了还能听见呜呜咽咽的哭声。我自小常吃不饱饭，身子瘦小，但是足够灵活，猫着身子凑近了也没人发现。这一看不要紧，里面乌泱泱装了不知道多少个小孩，最大的看起来不到10岁的年纪。我的口水登时就流了下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想来是不差钱的。我偷偷溜了进去，马车虽大，可装了这么多人，到底还是拥挤。费了好一番功夫，将车厢里扒拉了个底朝天，也没扒拉出一个银锭子来。我不免丧气，这一番动作下来，肚子里的存货又少了些。有人趁着这个时候给我来了一脚，那力道实在不算大。我朝着那个方向看去，眼前一亮，这靴子虽然沾满了泥，却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村里人平日里穿的都是麻布做的鞋，就这也舍不得如此用料，连腿腕都护得严严实实。那人的脚还一个劲的往我腿上蹬，嘴巴不停咕涌，旁人都吓得战战兢兢，一声不敢吭，唯独他眼中闪烁着狂喜。莫不是他手中有钱？我将一根手指堵在嘴巴上，示意他千万小些动静。见他点头，我才敢扯开他嘴上的布，期待地望着他，2只眼睛中都闪烁着亮眼的星星。帮我把手上绳索解开，家中必有重信。
男孩比我高一个头，声音虽哑，却条理清晰。可听了他的话，我不免有些失望。这意思是手里没什么存货。从前在村里时，也时常有人同我娘画大饼，可事情做了以后，再去要账就不愿意了。我顿时兴致缺缺，瞧他的衣服还算华丽，黑乎乎的手指在他身上摸索起来。你做什么？我忙将手指放在自己的嘴上，示意他别说话。恰在这时，门帘子前面传来说话声，我怎么听见有动静？该不会是哪个小兔崽子跑了吧？怎么可能？我绳子绑得严严实实的，就是个7尺大汉自己也解不开。他说话时似乎特别神气，我探着脑袋瞧着少年手上的结，看不出来是怎么绑的，反正特别严实。我还是不放心，你去后边看看。我忙将自己塞进人堆中，你也忒小心了些。那人不甘不愿地起身，帘子被掀开时，我将自己埋在2个少年后面，只露出一双黑乎乎的眼睛。那人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后，随便踢了踢又回去了，连个耗子也没有。赶紧驾车吧！那一脚踢在我腿上，也不是很疼，可我吧特别记仇。我身上带了把匕首，赶路时从不知道谁身上顺的。那少年看起来有些主意，还算沉得住气。我用匕首将手上的绳子砍断，留了脚上的让他自己解。我倒要看看这结到底有没有那人说的那么玄乎。想到那2个人贩子发现后车厢跑了个干净，那种气急败坏的场景，我心里一阵期待，将剩下人的绳子全给割断了。马车虽然行得快，却还是有人跳了下去，离开了这辆马车才能逃命，一个个争相往外头挤，这后面肯定有事，你再去瞧瞧。我瞧着一边奋力解绳子，一边冲我嚷嚷，让我赶紧帮他割断绳子的男孩，心里有些服气。那人系绳子的手法确实有2把刷子。眼看着帘子被掀开，我拽着男孩就往车下跳，那孩子腿上的绳子还没解开，马车已离开了几尺。走到车厢中的男人瞧见了空的车厢，果然气得要死，一边往下跳，一边冲前面喊：快停下，快停下！人都跑了。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我刚迈开了腿，脚却被男孩紧紧地攥着，他咬牙切齿：快帮我解开！坏了，忘了这一茬了。眼看着人贩子到了近前，我不得不弯腰去解绳子。千钧一发间，绳子总算是解开了，男孩也松开了手。我趁他不注意，往那坏人手里一推，自己一溜烟钻进了树丛中。这时候马车也停了下来，一人紧紧地勒着男孩，一人四下寻找，最后骂骂咧咧。那些个被我放跑的小兔崽子倒是跑得快，除了他们手里那个，一个也没抓着。瞧着气急败坏的模样，我心里乐开了花，丝毫没有对男孩的愧疚。毕竟若没有我，他也一样在他们手里，何况我救了不少人呢。娘常说做了善事会有福报，我很高兴今天做了善事，可事实证明娘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2个人贩子很是懊恼，转头准备带着男孩继续上路，谁知那男孩却忽然伸出个手指，指着我藏身的地方。那有人！老天爷啊，怎么好人没好报呢？我掉头就跑，可结果却不如人意。那人贩子跑得还挺快，很快将我拦腰抱了起来。我低头望着自己悬空的脚，深觉是这2条小短腿拖累了我。男孩被重新捆了起来，我也是。男孩恶狠狠地瞪着我，仿佛是我将他害成这样的。我想啐他一口，他可本来就这样，我才是被害的那个。我干脆靠在马车上假寐。不知道走了多久，马车晃晃悠悠的，我竟真的睡着了。醒来时，马车还在往前走，只是车厢里的男人已经出去了，大概是觉得我们2个实在没什么威胁。男孩还在瞪我，我3下5除2吐了嘴里的东西。你眼睛瞪那么久不累吗？是不是抽筋了？我好奇地问。反正瞪人的动作我是做不了他那样久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小孩也算是天赋异禀吧。这辆马车是中空的，前后都用帘子挡了起来。我慢慢往男孩身边挪，在他疑惑的目光中，脑袋一使力，将人撞出了车厢。他落地的刹那，我立马高声大喊：救命啊！人贩子当街拐卖儿童了！这下熙熙攘攘的街道更吵了。男孩很快被人群围了起来，马车也被几个大汉拦住，人贩子被抓进衙门。我将眼前的人和记忆中那张小孩的脸对比了下，哟，还真是老熟人呢。这人那时可吃了我不少苦头，难不成准备报仇？可看昨晚那凶狠的劲头，又不大像。我脑瓜子一转，一个念头从脑中蹦出：年轻男女最易生出情愫，管他是状元郎也好，世家公子也好，到底都是凡人。我决定是他一试，于是红了眼，2只胳膊攀上了他。夫君不能打他，我受点委屈没事的。这话戳了小姐的逆鳞，她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眼看着就要发作，我正满目期待地望着她，却又改了脾性一般，不甘不愿地道起歉来。奴婢知错了。我略有些失望，小姐也不是那般全无顾忌的人嘛，毕竟这时候要是暴露，她可就前功尽弃了。知错。萧衍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敢当着我的面欺负主子，以下犯上，萧家容不下你这等胆大包天的东西。来人！声音落下，门外进来2个身着青灰色比甲的嬷嬷，他们手脚利落得很，一左一右架住了小姐的胳膊，将人往门外拉。小姐的容貌已完全暴露了出来，萧衍还能认不出？我验证了心里的想法，乐开了花。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事。小姐不乐意了，挣扎着扭动身躯，你怎么敢动我？我才是骆云长，他不过是一件璧。万间的镯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那玉镯子质地极佳，
价值连城，哪里是一个小小的丫鬟能带得起的？可萧衍却仍旧连眼尾都没扫他一下，搂着我的腰，力道带着不容置疑的护佑。我的新娘在这里。吧台大轿从骆家正门迎去，红盖头是我亲手挑的。昨晚到此刻，我们片刻未曾分离。他顿了顿，语气陡然转厉：难道你是说骆家故意偷梁换柱，哪个冒牌货来糊弄萧家？我被他护在怀里，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淡淡的松墨香。萧衍抬手，2个嬷嬷不再犹豫，4只手牢牢按住小姐的手臂，任凭她如何哭喊挣扎。带出去打20大板。小姐被拉出去时，我冲她露出了一个挑衅的眼神，想起那些死在她手底下的丫鬟，想必她们若是在天有灵，也会开心的吧。小姐被拖了出去，嘴里大概被塞了东西，哭喊不出，只能隐隐约约听见呜呜咽咽的声响。晨光透过菱花窗，筛进满是流金碎影。萧衍立在床前，月白色锦袍衬得他肩背挺拔，只淡淡抬眼吩咐身后垂手的丫鬟，把备好的衣饰拿进来，好生伺候你们主子。丫鬟们捧着描金七匣鱼贯而入，匣子里铺着猩红绒布，上头的赤金镶红宝首饰，烟霞色簇金双绣罗裙，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珍品。我坐在妆镜前，看着镜中丫鬟们小心翼翼为我挽发点唇，簪上赤金点翠步摇，指尖抚过罗裙冰凉柔滑的面料，心底泛起一丝冷潮。从前我在洛府不过是狄小姐身边一个任打任骂的丫鬟，如今却借着这张与她7分相似的脸，穿金戴银，待鬓边最后一颗珍珠耳坠戴好。萧衍缓步走了过来，他垂眸看着镜中的我，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快得像错觉。下一秒，他便自然地伸出手，温热干燥的掌心稳稳包住了我的手，指腹不经意间蹭过我腕间的肌肤，带起一阵微麻的痒意。他就那样牵着我，一步一步走出了洛府。满院的下人都看直了眼，一个个垂着头大气不敢出，眼神里全是震惊与惶恐。谁都知道，从前的骆家大小姐骄纵蛮横，萧衍对她素来冷淡疏离，连府门都不愿踏进一步，如今却这般亲密无间。可实际上这大小姐早就换了人，紫檀木马车早已候在府门外，车壁裹着厚厚的锦缎，踏脚铺着雪白的狐裘，内里燃着淡淡的安神香，隔绝了外头所有的喧嚣。上了马车，软垫陷下去几分，我看着萧衍坐定后便转头看向窗外，侧脸线条冷硬，连个多余的眼神都不肯给我，活脱脱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我忍不住弯了弯唇角，轻声唤他：萧衍，做什么？他闻声瞥了我一眼，墨色的瞳仁里清晰映着我的影子，却又飞快地转了回去，重新看向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耳间却悄悄漫上了一层薄红，藏在玉冠竖起的发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别扭的模样和昨夜在床榻间失控炙热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恶趣味瞬间涌了上来，我挪着身子凑近他，温热的气息扫过他的耳廓，吐气如兰：你是知道的吧？话音落下，我清晰地看见他的喉结狠狠滚动了一下，手骤然收紧，指节泛白，连呼吸都乱了半拍。我心里暗笑，原来平日里杀伐果决的萧大人，竟这么容易被撩拨的吗？你什么意思？萧衍终于转回头来，下颌线绷得紧紧的，耳根的红却还没退下去，神情已经带上了几分不自然的慌乱，偏还要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我索性伸出手臂，环住了他精瘦的腰，将脸颊软软地搁在他的肩膀上，鼻尖蹭过他颈间清冽的松木香气，声音带着藏不住的笑意：你昨晚可不这样。我昨晚什么样？他的声音瞬间沉了下去，带着几分暗哑的危险，忽地转过头来，滚烫的视线直直撞进我的眼底。我眨了眨眼，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忍不住笑出了声。笑够了，我才收了笑意，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我迎着他的目光，半点不慌，反而微微仰头，飞快地在他微凉的唇角亲了一下。柔软的触感刚一落下，我便清晰地感觉到他浑身一僵，瞳孔骤然收缩，扣着我手腕的手瞬间收紧，另一只手已经抬起来，要扣住我的后颈，将这个吻加深。我却早有预料，在他动作的瞬间便快速退了回来。我就是冒名顶替的歹人，你打算怎么办？萧衍抿着唇，看着我眼底藏不住的笑意，半晌才忽地开口：那就送你去衙门好了。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半点没把他的狠话放在心上。他若是真想送我去衙门，就不会亲手给我备下这些仪式，不会在洛府众人面前牵着我的手，更不会昨夜明知我是谁，还那般失控地拥着我。他想护住我，就注定要站在骆家的对立面，倒是省去了我好一番借力打力、步步为营的功夫。我垂在身侧的手悄然攥紧，指尖深深嵌进掌心，眼底的笑意一点点褪去，只剩下刺骨的寒意。我娘苏婉娘是江南苏绸缎庄的独女，世人都说她商户出身，入不了士大夫的眼，性子又烈，不肯循规蹈矩学大家闺秀的3从4德，10几岁就握着家里大半生意走南闯北，是江南地界出了名的钱袋子。骆成景是个连祖坟都快保不住的穷书生，爹娘早亡，吃百家饭长大，窝在破庙里苦读，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可他有一样旁人求都求不来的本事，生了一副惊为天人的好皮囊，剑眉星目，清俊挺拔，哪怕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站在泥地里，也难掩一身卓然风骨。那年清明，我娘去寒山寺上香，恰逢大雨在破庙避雨，只一眼就相中了灯下苦读的骆成景。他向来敢想敢做，回府就磨着我外祖，
非他不嫁。外祖那时已是江南首富，金银满屋，可商户的身份终究是压在头顶的大山，日日都想着改换门楣，却苦于没有门路。他派人把洛成景查了个底朝天，发现这穷书生虽出身寒微，却是百年难遇的天资，乡试投名解元，笔墨文章惊艳江南。抱着这样的念想，外祖应下了这门亲事。十里红妆铺了半条街，不光把我娘风风光光嫁了，还陪送了12间绸缎铺，300顷良田，一箱箱金银珠宝，几乎掏光了苏家大半家底。洛成景也确实争气，刚满20，便一举高中一甲第3名探花郎。打马游街那日，他身着大红官袍，骑在高头大马上，风姿卓绝。更让他走了大运的是，吏部侍郎家的嫡女竟隔着人群一眼看中了他。有了这门亲事，洛成景的官路如同坐上青云梯，一路平步青云。不过2年，就从翰林院编修升成了正四品御史大人。外祖怎么也想不到，他倾尽全族之力供养的金鳞，最后竟成了索他全家性命的黑白无常。洛成景非但没如他所愿帮苏家改换门楣，反而把苏家当成了他仕途上最大的污点。侍郎家的千金是堂堂世家嫡女，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早已娶过商户女为妻，还有了孩子，不光这门亲事要黄，他苦心经营的一切都会瞬间化为泡影。那年除夕，苏家阖家团圆，灯火通明，他买通的山匪却提着刀闯了进来，火光冲天，喊杀声震耳欲聋。苏家满门73口，一夜之间尽数殒命。我娘身中3刀，一刀在胳膊，一刀在后背，最深的一刀扎在腰腹。她咬着牙一声没吭，死死把尚在襁褓里的我护在怀里。她带着我艰难求生了6年，住破庙，吃残羹，靠给人缝补浆洗换一口活命的粮。当年的江南富贵花，最后熬成了一把枯骨。他终究还是没能撑过去。他用命护了我6年，这血海深仇我怎能不报？之后的几年，我一路乞讨往京城走，后来遇到了萧衍，一起得救后，我才反应过来，我终于到了仇人眼皮子底下。洛府很好找，京城朱雀大街上那座朱门高墙、石狮守门的宅邸，就是洛成景的家。我站在街角，看着这座吞了我苏家满门性命的牢笼，转身去了集市，在自己头上插了一根枯黄的草标。我把自己卖了，卖进了这座杀人不吐骨头的洛府。照理说，我一个无依无靠的乡下丫头，面黄肌瘦，一身粗布，本该从最下等的粗使丫头做起，扫院子到夜厢，一辈子都碰不到主家的边。可我长了一张和洛家嫡大小姐洛云长足足有7分相似的脸。洛云长是洛成景和侍郎千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嫡女，她没把我打发去做粗活，反而把我留在身边当了近身伺候的丫鬟。明着是伺候，实则是把我当成了现成的出气筒，稍有不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她这般搓磨我、折辱我，自然是我的仇人。苏家满门的血债和这日复一日的折辱，也是洛家施予我的。仇上加仇，恨上添恨，这笔账我怎能不报？咕噜碾过皇宫前的汉白玉石板，发出沉闷规整的声响。乌木马车的车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巍峨的午门轮廓。朱红宫墙高耸入云，琉璃瓦在春日阳光下泛着刺目的金光。我指尖还缠着萧衍腰间玉带的流苏，方才一路行来，一遍遍在心里盘算着今日进宫的得失。萧贵妃是萧衍的嫡亲长姐，是后宫里最得圣宠的妃子，只要能入了她的眼，往后洛家就算想动我，也得先掂量掂量能不能扛得住萧家的滔天权势。可我心里也清楚，这一步也是险棋。我是个冒牌货，就算和洛云长有7分像，稍有不慎露了破绽，不光我要万劫不复。正思忖着，身侧的萧衍忽然开了口，声音清冷，带着不容置喙的笃定。下车。我立刻收了盘算，应声起身。他先一步掀了车帘下去，转身朝我伸出了手。我深吸一口气，将手搭在了他的掌心，借着他的力道往下走。就在脚尖即将沾地的瞬间，我脚踝轻轻一崴，整个人不受控地往前扑去。预想中的摔倒没有来，腰间瞬间缠上一条有力的臂膀。萧衍几乎是本能地收紧手臂，将我整个人牢牢圈在怀里。他语气里带着掩不住的慌乱和紧张。没事吧？有没有崴到脚？严不严重？温热的胸膛贴着我的脸颊，我埋在他怀里，肩膀止不住的抖，闷声笑出了声。怀里的人瞬间僵住。萧衍低头，瞬间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他手臂松了松，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你可真是……话说到一半，他忽然顿住了，骂不得，打不得，连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我抬眼，指尖轻轻勾了勾他腰间的玉带，拖长了语调，带着几分撒娇几分戏谑。萧衍，你骗人呢，这里可不是衙门。萧状元怎么连句重话都舍不得说了？萧衍耳根的红意更甚，转身就往宫门走，只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再胡闹就把你丢在这里。话是这么说，他的脚步却放得极慢，每走2步就微微侧目，用余光确认我有没有跟上。那副口是心非的样子，看得我心底发软，忍不住弯了唇角，快步跟了上去。宫门处的雨林为何验过萧衍的腰牌，早已候在一旁的接引嬷嬷躬身行礼，态度恭敬的无可挑剔，只是目光落在我身上时，带着几分不动声色的打量。我立刻收了身上那股子跳脱轻浮的劲儿，脊背挺得笔直，脚步从容。这些东西是我在洛府柴房里趴在窗沿上偷偷学了10几年的本事。洛云长能靠着这些装成温婉贤淑的大家闺秀，
我本就是苏家嫡女，这些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只会比她做得更好。身侧的萧衍察觉到我的变化，诧异地瞥了我一眼，眉梢微微挑了挑，反而悄悄往我身边靠了靠，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道：“别怕，有我在。姐姐看着严厉，实则心善，不会为难你。”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软了一瞬。层层叠叠的朱红宫墙，飞檐斗拱，巍峨壮丽。走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嬷嬷终于领着我们停在一座宫殿前，鎏金匾额高悬，上面写着长乐宫3的大字，笔锋雍容大气，是皇帝的御笔。殿门被推开，一股淡淡的梨花香扑面而来。主位上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头戴9凤朝阳钗，身着豪贵宫装，眉眼间和萧衍有3分相似，气质温婉柔和，却又带着久居高位的无形威压。这便是萧贵妃。我不敢有半分怠慢，立刻连任躬身，行礼的动作标准的挑不出半分错处，声音轻婉，不卑不亢，妾身洛氏参见贵妃娘娘，免礼。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萧贵妃的声音温和，带着笑意。我一言抬头，迎上她的目光，她的视线在我脸上细细打量，从眉眼到唇形，来来回回看了3遍，眼底带着几分赞许。可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心头猛地一跳，瞬间绷紧了神经。这就是洛家大姑娘吧？生的倒是周正，模样俊，气度也好。只是本宫倒是听说洛侍郎家的大小姐素来骄纵，前几日还在曲江宴上摔了永安郡主的酒杯，怎么今日瞧着倒是温婉的很？一句话瞬间把我架在了火上，下意识地转头看向身侧的萧衍，眼里带着求助，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萧衍却忽然轻笑了2声，这声笑在安静的大殿里格外清晰。萧贵妃挑了挑眉，露出了几分稀奇的神色，看向自家这个素来冷心冷情、不苟言笑的弟弟。怎么？难道本宫说错了？还是说我们阿衍把人家姑娘教得转了性子？回姐姐的话自然是没错的。萧衍开口，声音平静，没有半分犹豫。他甚至上前一步，轻轻揽住了我的肩，给了我一个稳稳的支撑力道，眼底带着藏不住的笑意。只是从前旁人只知洛家姑娘骄纵，却不知她的温柔，如今继承了我的妻子，自然收敛了性子，难道不好吗？萧贵妃愣了愣，随即笑了起来，看向我的目光里多了几分真切的温和。她活了半辈子，在后宫里见惯了虚情假意，哪里看不出来这边是真心实意的了。她笑着摇了摇头，招呼我们坐下喝茶，又拉着我的手问了几句家常话，我应对的滴水不漏，既不卑不亢，又不失礼数。萧贵妃眼里的满意又多了几分。我悬着的心刚放下来一半，殿外便匆匆进来一个太监，躬身跪倒在地，说是陛下在御书房有要事相商，即刻召见贵妃娘娘。萧贵妃无奈地笑了笑，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摆，临走前还特意拍了拍我的手，温声道：“今日不得空，改日你再进宫，陪本宫好好说说话。”直到贵妃的凤辇彻底消失在宫道尽头，我才深深松了口气，后背的里衣都已经被冷汗浸湿了。怎么？萧衍端着茶杯，慢悠悠地抿了一口，挑眉看我，眼底带着藏不住的戏谑。方才行礼回话的时候，比那些世家培养了10几年的贵女还要稳当，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也知道怕。我没理会她的调侃，凑过去拉着她的手指，指尖轻轻划过她的指节，慢悠悠地把玩着。我早就发现了，萧衍这人看着冷硬如铁，嘴硬得像块石头，可只要我一和他亲近，他浑身的刺就会瞬间收起来，耳根泛红，连话都说不硬气。果然，不过片刻，他原本带着戏谑的眼神渐渐柔和下来，耳根悄悄爬上了一层薄红，连呼吸都放轻了些。我正想再逗逗他，殿外忽然又进来一个太监，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对着我们躬身道：“萧状元，洛姑娘，陛下有旨，宣二位即刻前往御书房觐见。”我手里的动作猛地一顿，觐见陛下，一股强烈的不安瞬间涌了上来。心脏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攥住。昨日我还是洛府里被人随意打骂的下贱丫鬟，今天就能踏进皇宫面见当今天子，难怪洛云长挤破了头也要嫁给萧衍。刚踏进殿门，一股无形的威压便扑面而来。我垂着眼，余光飞快地扫了一眼，便看见跪在地上的那个熟悉身影，洛承景，我的亲生父亲。此刻的他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跪在地上，对着龙椅上的皇帝哭诉，肩膀微微耸动，一副受尽了天大委屈被人蒙骗的可怜模样。我和萧衍刚踏进殿内，洛承景猛地抬起头，原本哭丧的脸瞬间变得横眉冷对，眼里淬着毒，猛地抬手指向我，声音尖利，带着歇斯底里的恨意：“陛下，就是他，就是这个贱婢，装扮成我女儿的样子，蒙骗萧状元，求陛下明鉴，她根本不是我女儿，只是我府里一个最低等的丫鬟。”果然，我心里那点不安瞬间落了地。洛云长已经回了洛府，把替嫁的所有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洛承景，他们父女俩如今是想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推到我一个人头上。欺瞒状元郎，骗婚，这顶大帽子扣下来，足够让我死无葬身之地。我指尖狠狠掐进掌心，尖锐的疼意让我瞬间清醒。哪怕我早就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总有一天要和洛承景当面对质，可在这庄严肃穆的御书房，在95之尊的皇帝面前，我还是忍不住浑身发紧，心底泛起难以抑制的紧张。就在这时，一只温热的手附上我冰凉的手，萧衍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指尖带着安抚的力道，拉着我一同跪了下来。他的脊背挺得笔直，声音平静，却带着千钧之力。陛下明鉴，骆大人年纪大了，老眼昏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我猛地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身侧的萧衍。他竟然知道我是洛成景的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的身世，没有告诉过他我娘是洛成景的原配妻子苏婉娘，我才是洛家名正言顺的嫡长女。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陛下，臣怎么可能不认识自己的女儿？洛成景瞬间急了，对着皇帝连连磕头，额头撞在金砖上，发出咚咚的声响。萧状元这是被这个贱婢蒙蔽了，她就是个丫鬟，是云长身边的侍女，是她用了妖术蒙骗了萧状元啊！陛下。萧衍却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歇斯底里的洛成景，他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纸张，递了上去。旁边侍立的大太监李德全连忙躬身接过。直到这时，萧衍才缓缓开口，声音沉稳，一字一句清晰无比：“陛下，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臣的妻子确实是骆大人的亲生女儿。不仅如此，这些证据还记录了骆大人当年犯下的一桩滔天罪孽。”皇帝起初只是漫不经心地翻看着那沓纸张，可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原本漫不经心的神色一点点沉了下来，脸色越来越难看。萧衍到底查到了什么？他口中的滔天罪孽，是不是我外祖苏家的灭门惨案？洛成景一声怒喝，猛地炸响在御书房内，如同惊雷落地。皇帝猛地将手里的纸狠狠拍在御案上，案上的茶杯都震得跳了起来，茶水溅了出来。他坐在龙椅上，眸中翻涌着滔天的怒火，死死盯着地上的洛成景，咬牙切齿：“你可知罪？”他愣怔了片刻，才像是反应过来一样，连忙匍匐在地，连连磕头，声音都抖得不成样子：“陛下，臣不知身犯何罪啊！陛下，求陛下明示。”不知。皇帝怒极反笑，猛地抓起案上的那沓纸，狠狠砸在了地上，纸张散落一地，哗啦啦的声响在安静的殿内格外刺耳。我下意识地转头去看，奈何距离太远，纸上的字密密麻麻，一个都瞧不清楚。洛成景连忙匍匐着，手忙脚乱地将散落的纸张捡起来，他的目光落在纸上，一行行看下去，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彻底褪去，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最后瘫软在地上。昔年你尚未入世，曾在临安县成亲，娶了当地望族苏家的嫡女苏婉娘为妻。皇帝的声音冰冷，带着彻骨的寒意，一字一句砸在洛成景的心上。你靠着苏家倾家荡产的资助上京赶考，一举中举，可你中举之后却恩将仇报，为了攀附京城的高门，娶现任吏部侍郎的嫡女为妻，竟买凶杀人，将你岳父岳母一家上下17口人屠戮殆尽。这般泯灭人性、禽兽不如的滔天罪孽，你敢说你不知？我浑身一震，整个人都僵住了，不可置信地转头看向身侧的萧衍，他竟全都知晓。他知道我娘是苏婉娘，知道我外祖一家的灭门惨案，知道我蛰伏12年就是为了报仇。我冒名顶替李代桃僵与他成亲，哪怕昨夜有过一夜欢好，哪怕察觉到他对我有几分情意，我满心满眼想的都是如何利用这份情谊替我娘和我外祖一家报仇雪恨。我以为我是算计的人，却没想到他早就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甚至早已为我铺好了所有的路。萧衍像是察觉到了我的颤抖，再次握紧了我的手，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带着安抚的力道。我抬眼撞进他的眼底，那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沉静和笃定，像是在告诉我别怕，一切有我。再看地上的洛成景，已经抖得像筛糠一样，手里的纸张散落一地，他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不是的，陛下，这不是真的。陛下，这些证据皆是臣派人前往临安县多方查证所得，人证物证俱在。当年经手的凶徒，臣也已经派人捉拿归案，此刻正在宫外候审，据都属实。陛下可再遣人核实？萧衍的声音再次响起，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洛成景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抬起头，对着皇帝连连磕头，额头都磕出了血。陛下明鉴，臣绝无做过这种恶事，这些都是捏造的，是伪造的。他忽然抬手指向我，眼里满是疯狂的恨意。是他，是这个贱婢，是他伪造的证据，构陷臣。陛下，您不能信啊！然而皇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嗤笑一声，语气里满是厌恶。是否伪造，三司会审，一查便知。来人，奴才在。殿外的羽林卫立刻躬身进来，将洛成景打入天牢。着三司即刻会审此案，务必查清所有细节，不得有半分疏漏。皇帝的声音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遵旨。羽林卫上前，像拖死狗一样把瘫软在地的洛成景拖了出去。他嘴里还在疯狂地喊着冤枉，可声音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殿外。御书房内终于恢复了安静。皇帝的目光落在我和萧衍身上，脸色缓和了不少，叹了口气道：“阿衍，你做得很好。苏家的案子，朕也有所耳闻，只是当年证据不足，成了悬案。如今总算能沉冤的雪了。”他又看向我，语气温和了不少：“你是苏家的后人，这些年受苦了。既然已经嫁入萧家，便是萧家的人，往后有阿衍护着你，
没人再敢欺辱你。从御书房出来，直到走出皇宫大门，坐上回程的马车，我都还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12年的隐忍，12年的筹谋，我以为要拼上性命才能完成的复仇，竟然就这么被萧衍轻描淡写的解决了。马车缓缓行驶在长安的街道上，车厢内，萧衍面色平静，端坐着喝茶，长睫垂落，遮住了眼底的情绪，仿佛刚才在御书房里以一己之力掀翻当朝侍郎，翻出10几年前灭门惨案的人，根本不是他。我就这么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进宫之前，我还觉得这人浑身都是毛病，嘴硬、古板、不苟言笑。可此刻看着他，我却觉得他哪儿都好，连他微微蹙着眉喝茶的样子都好看得紧。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灼热，萧衍终于忍不住抬眼，撞进我的视线里。他握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地移开目光，语气带着几分不自然，一直盯着我做什么，想说什么直接说便是。我心头一动，放下手里的暖炉，凑到他面前。马车碾过青石板的缝隙，微微晃了一下，我顺势往前一扑，正好落在他怀里。他下意识地伸手揽住我的腰，手臂收得紧紧的，生怕我摔下去，呼吸瞬间乱了节奏。我抬眼看着他泛红的耳根，忍不住笑，凑上前去，在他柔软的唇上轻轻啄了一下，像羽毛拂过，一触即分。萧衍的身体瞬间僵住，他睁大眼睛看着我，眼底满是错愕和慌乱，像个未经世事的毛头小子。我忍不住低低笑出声，伸手勾住他的脖子，凑到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泛红的耳廓，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一字一句的低语：夫君，你怎么跟在床上的时候两模两样呢？他的鼻尖蹭着我的鼻尖，声音低沉沙哑，带着几分撩人的笑意。哦，那娘子倒是说说，是喜欢现在这样规矩的，还是喜欢床上那样不规矩的？我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我伸手捂住他的嘴，嗔道：萧衍，你不要脸！他低笑起来，胸腔的震动透过掌心传过来，顺势低头吻住了我的唇。马车晃晃悠悠地走在长安街上，车厢内的温度节节攀升，满是缱绻温柔。洛成景的案子三司会审没有半分反转，当年的凶徒早已捉拿归案，人证物证俱在，临安县的街坊邻居都愿意上堂作证，证明当年洛成景与苏婉娘的婚事，还有苏家满门被灭的始末。我亲自上堂，拿出了母亲留下的染血遗书，陈述了当年洛成景如何逼死我娘，如何将我丢在洛府柴房，欺辱12年的过往，桩桩件件，铁证如山。最终，洛成景被判了斩立决，秋后问斩，墙倒众人推，洛成景一倒台，他这些年在官场上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破事，全都被翻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出手收拾骆云长和嫡母王氏，骆云长与马夫私通、珠胎暗结的事情，便被传得整个京城人尽皆知。吏部侍郎王家早已自身难保，为了保全家族仅剩的名声，王家的族老亲自带人进了洛府，给骆云长送去了一条白绫，就在骆云长住了10几年的闺房里，将他吊死了。而王氏在骆云长死后彻底疯了。马夫因为骆家倒台，家里人早就恨透了王氏，几个人一拥而上，乱刀捅死了王氏。等官府的人到的时候，人早就凉透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洛府就这么彻底败落了。大仇得报的那天，长安落了一场盛大的梨花雨。萧衍背着我走在院子里的梨花树下，雪白的花瓣落在我们的肩头，风里都是清甜的花香。我趴在他的背上，双手环着他的脖子，晃着腿跟他撒娇，软磨硬泡。夫君，你就告诉我嘛，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查我的，又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萧衍拖着我的腿，一步步慢悠悠地走着，轻笑一声，终于松了口。7岁那年，他被族兄设计卖给了人贩子，绑在颠簸的马车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那个浑身脏兮兮却有一双亮得像星星的眼睛的小姑娘，钻进了马车，割开了所有孩子的绳子，把人都放了，唯独他因为嘴硬骂了我一句，被我反手推给了人贩子，最后一起被抓，又一起被我用计救了出来。他咬牙切齿地记了我10几年，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可找着，这份恨意就变成了执念。直到他定下和骆家的婚事，查到了我这个骆云长身边的丫鬟，看到画像的那一刻，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查了我的身世，查了苏家的灭门案，查了我蛰伏12年的所有筹谋。他原本想着看我怎么算计他，可洞房花烛夜，掀了红盖头，看到我的那终究化作了心甘情愿。他说我栽了，从10几年前那一眼开始，就栽在你手里了。我趴在他的背上，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哭着又笑了。那年秋日，骆成景被斩首于市，万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同日，皇帝下旨为苏家平反，追封我外祖为钟永伯，恢复我苏家嫡女的身份，又特赐婚，让萧衍以8抬大轿10里红妆重新迎娶我过门。红盖头被掀开的那一刻，我再次撞进萧衍温柔的眼底。他执起我的手，将刻着彼此名字的同心玉镯套在我的腕间，低头在我耳边轻笑：娘子，这下你可再也跑不掉了。我笑着回握住他的手，眼底满是欢喜。10几年前的惊鸿一瞥，10几年的执念寻觅，一场阴差阳错的替嫁婚事，终究是让2个兜兜转转的人走到了一起。往后余生，风雪是你，
平淡是你，心底温柔，目光所至，全都是你。